没那么凶，好不好？你就是这样，你就像是驾训班的教练。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这部电视电影立着推荐你，这根本是台版的《寄生上流》。你安尼做，计有够试过啊？敢若遐试过了呢。下晡哦，基金会等生时要来访讯呢，通过新早，就各咱厝内底就加2万。友爱基金会你好，我是陈先生。等生时你好。你好。阮去有人厝里哦，一看，植物人拢是真的，拢是假的。我这真正袂顶袂当呢。等你叫专业的。美莲啊，等生时吼，买一支看见好啊。我们欢迎4位下狼够性啊，主创人员。你就好。对，我刚刚这样讲，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我们导演现在很爽，他在后面开心的笑，他在旁边笑的。对啊，因为这种电影就会让你过程中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最后好像在你的心里刺了一刀。其实这个角色里面内心很苦的是小黎，因为小黎算是新世代的女性，但是你又被非常传统的家庭观念给绑在这个家庭当中，那也是因为对老公的爱，尤其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开场戏。老实说我有被震撼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晓得植物人是有生理反应的这件事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主创都走得很真实、很前面、很大胆。是真的有去填调说，因为填调了非常久之外，我们也去访视很多照顾者的家庭。那其实植物人有生殖能力这件事情，它其实是存在的，它其实是一个日常。尤其是美莲这个角色是肩负着婆婆的命令，然后一直想要传宗接代的压力。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没有办法跟他交流的先生了，他心里是非常的苦，很无助，也觉得自己很荒谬。也许她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有办法怀孕，所以她其实在执行这个日常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无助的。我在做功课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《悄悄爱上他》，它是反过来，所以我相信其实在很多人的照顾者的家庭里，这样的一个压力一定是有的。那其实这2个角色，我相信跟文玲姐要下课一定是悬殊很大。但我必须说，这2个你们的角色是很多，尤其是这个老夫老妻的日常，真的都是这样。没错。然后彼此都觉得，我们对这个家都付出很多，但是彼此也都对彼此有一堆埋怨。对呀。我这个婆婆角色的个性呢，其实当然跟我私底下不太一样。她是一个很爱碎念的。在开拍前，我真的也蛮熟读剧本，因为要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一直骂人，连珠炮的骂人。对，你当摕到多少行钱？世界两无放假赛，我靠腰你上高啦！到年名成美定美当，各人讲爱钱无爱命一条啦。除了骂老公，还要这样子打他的头哦，真的是我刚开始真的很不好意思打他，真的吗？对，都小小力，下个就说。真的，你不要客气。他看到我的一些手，她是玉女啊，玉女生啊，我也不好意思跟她生气，我就打用力一点嘛，害我被打那么多次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文玲姐真的是玉女掌门人，哎呀，而且真的是最早的玉女掌门人，就是你想到的就是方文玲。所以老实说，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，我还一直想说。这真的是方文玲吧？对，我很开心，就是导演、制作他们讲说，很多人看完不知道是我演的，包括那时候的妆造啊，就是每天要真的就是看起来很那个包租婆的样子。我看到文玲姐其实很惊讶，因为我发现她太多不为人知的面相。你以前对她的印象也是玉女掌门人，对，就是很斯文、很温柔的那种，就是女神。就她真的开骂我是一回事，她跟那个讨债的对骂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访视员来的时候拍的一副那种他们的唯美撩人，就是儿子都已经过世了，我居然看到他还会想说，是不是要去房间里面再生一个人？这2个夫妻感情是还蛮好的啦，真的。他就有很多表现，很多面相，我很惊讶。文玲姐她绝对是个闷骚的人。双子座，对，双子座。哦，双子座耶，我懂。那我觉得郑迪那个角色，其实因为老实说，可能观众朋友会觉得，好像演植物人是躺在那边。很轻松，一点都不轻松。对你，赶快给你一个平反的机会。尤其我觉得，当然你要在开拍前做很多功课去接近那个状态。然后刚刚讲那个
打人，其实我在里面也被打了不少因为有一场对我来说很难的是，爸爸是要进来确定这个人有没有离开，他是直接给我一巴掌，可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很难是那个没有办法去控制，就是你被打然后不能眨眼，对耶，等等的，所以那个也是的。你看你这样就可以啊，基本上我们其实试了很多次甚至导演还说，有一颗镜头他要拍长镜头，他说等一下，我们试了2次，这里你的脉搏很明显，可不可以忍耐一下，先不要动？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？我怎么忍耐啊？脉搏很明你显，刚刚说导演交给我，这也太难了。对啊，哇，那这样子听完4位这些心路历程3、2、1，你们指出你们觉得这个角色就是这部戏里面最辛苦的角色是谁？3、2、1。等一下，我是他，文玲姐指我，我是他。我可以指2个。对，好，他是躺得很辛苦，这个人呢是哭得很辛苦，是压各种哭法，你要不要自己解释一下？我说美莲的7种哭法，美莲的7种哭，谢美莲很压抑，可是她的压抑开始是很委屈，手可以放松啊。对，你看她戏外还是爱着老公的，就是她有委屈的压抑，所以她的眼泪其实不是轻易掉的那种，她其实是我觉得她跟婆婆某部分其实是同类型的人，一开始的是压抑的一些眼眶泛泪啊，最后可能就是对于无助的这件事情，她会掉眼泪，她又要马上想到办法，她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。丈夫真的走了的时候，她的眼泪就是不舍的眼泪，但是又是有一点点欣慰，因为先生太辛苦了，他也有一解脱。对，我觉得解脱的不只是先生，是他自己，但他又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。最后的最后，他究竟先生离开了，他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家里服侍这2位？对，他就好多天人交战。对，但会不会就变得很难走出来啊？我是让文玲姐是马上忘记自己的角色。我在拍戏的前戏，我就说熟读剧本就已经影响到我，真的自己跟真的哦，对我就脾气就很暴躁，连女儿连我家的宠物都感觉到我心情不好，不敢靠近我，真的连毛孩都对，就那一阵子，然后拍完就觉得终于完成哦。这个头痛人物对我来讲，我是驾轻就熟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家里面，我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人，让我妈头痛，让我的兄弟头痛。你也是乱投资吗？你不知道我的过去吗？所以说，我就把那个东西拿过来这里。真好用。好。对，我其实很能体会。对。那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突破人生的一些勇敢的决定？接这部戏啊。真的，所以你当时有纠结过吗？其实我不是纠结，我是担心我能不能做得到。我那时候答应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想说，我一定要让真正的植物人照护者看了这部戏之后，会觉得很多东西是被释放的，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其实在照顾别人的同时，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。对，所以就是我给自己的责任比较大，然后加上就是翻开剧本第一场戏就是床戏啊，对啊，可是它又不是一般的床戏，对，大家看到是会震撼，但那个震撼不是哇这什么东西，而是说。天哪，有这件事情？有啊，你有达到这个效果，有达到这个效果。然后后来在拍的时候才知道，导演他听说每一个角色他在家里自己都演一遍啦。所以你说导演自己都，就是他是一个会去试读的人，试床戏的对。你有问导演是跟谁试啊？听说是他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但细节我就也不想知道了，所以。我就觉得拍完这部戏之后，就觉得怎么那么快杀青啊？就你像就是完成了一个挑战之后，你就觉得他没了，对啊，是这样吗？哈，可以还有后续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剧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好，就是你感觉好像要踏出去有一个对，有别的故事哦，对，有续集。有续集，我也怀疑观众朋友继续，请你用力敲完，应该就会看到续集。因为我觉得他是可以继续讲，应该至少要做个8集吧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办？让我回来吧。那小孩后来长大了，长相就你演，所以就你演，所以他要演我妈妈。对，还要继续照
护他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球看着也好几辈子。好不好？我可以换朴宝剑，超级服，你也太挑了吧像够细娘这句话，对啊。我后来变成剧名叫《水狼斗戏娘》。哦，哇，我们续集的那个架构全部都想好了。然后让起列年，对，那我觉得郑迪应该你也是很享受这个角色，虽然说这个角色是辛苦的，可是他应该会在演完之后改变一些你人生的想法吧？是绝对会的吧？我忽然想到啊，跟他演戏，因为我跟夏哥演戏就很轻松很舒服，然后跟文玲姐也是，我不舒服吗？他很严格哦。真的吗？他不是都躺着？可是他会看你的戏，你就看一个人，他只有被带到脚而已，但他的眼睛是这样看着你，他在看你的戏怎么演。然后就是我演完了第一遍之后呢，他忽然这样，叫我过来，我想说，干嘛？让导演都没有叫我，你叫我干嘛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？你要看我，我没那么凶好不好？你就是这样，你就像是驾训班的教练。不是，我觉得有时候在讨论嘛，我觉得为什么你刚刚会那样看？他说为什么这个决定？你要看我啊，你不看我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做？然后我就忽然这样，我没那么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怎么会想打你一巴掌？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都是走很安全的路线，我也不想要让对方觉得不舒服。可是我就会觉得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看我一下，因为我是原因嘛，所以你才会下一个动作嘛。我没那么客气吗？没有，我们很熟，非常因为我们太熟这样，了，我们超熟的。爸爸有一场戏是跟他单独的这样子，他就跟我说，我觉得夏哥演的真的好好哦。我说你长这样子，你还可以看哦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这是怎么练出什么眯眯眼神功这样子？他买的是贵宾席的票。真的耶！那郑迪，你有真的躺到有住褥疮了吗？就是没事姐，我帮他擦很用力，所以擦背是真擦，真擦我真的在照顾他，因为他是完全没有要让我好演的状态哦。通常正常的演员哈，大家一定觉得我很难搞。没有，我要帮他翻身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请他帮我躺过来一点，这样我可能这样比较好处理，因为我比较小只嘛，这样。然后呢，他就想说不要让我那么好过，因为不相信其他人也会因为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儿子不可能移向妈妈这样的，所以他就偷偷给我移到更远的地方。所以当我真的 action 一翻他的时候，我第一颗箭头就闪到腰了，因为他离我太远，我就不好出力，怎么跟刚刚不一样这样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我偷偷有躺远一点这样。所以帮他翻完身之后，我帮他擦背嘛。他超用力，那你会想要跟他调换角色吗？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有穿个尿布躺在尿上。我觉得很难的是，你看一个几乎赤裸的状态躺在床上，然后被我们这3个人这样一检视，对啊，时不时检视，然后抬脚啊，对，或者是翻他，或者是要摸哪里，他都不能抵抗。对啊，而且不能有表情。对，我刚刚就突然想到，我们有一场戏在蛮前面是，我跟老婆在做那件事情结束之后，他有依靠在我的胸膛上，然后跟我讲他心里的话。可是那个状态有一点酸酸的，所以想哭就对了。对，可是你不能有任何的情绪，就是那时候在心里面就是好了，不要再听了。他眼角心里面可能会要流泪，但是就是会，因为那个感觉很难形容。对，说不定有些植物人还真的就是你这个状态，他其实是真的会到啊，所以因为我们常去有访视那些植物人家庭啊，或者是我们到那个创世基金会里面有很多植物人，我都会觉得，我们突然的出现在他们身边，不管是说话或是什么，他们好像真的都感受得到。以前的我都觉得照护者的人生可能就是都没有笑容，然后可能就是都一直在操烦着照顾着，然后会一直弥漫着一种低气压。对。可是当我们真的去访视的时候啊，我发现他们还是很有爱跟希望的，即使他的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儿子，他就是意外，但他妈妈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还是会说：“哦，弟弟你好帅哦，对你今天好棒哦。”你要是没有看到他的儿子是躺在那边，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有爱的家庭。可是当你看到那个孩子是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哇，那个父母到底是怎么样做到这个程度？做了这些田调跟演了这部戏之后，我发现人真的是非常强大的生物。
真的耶。有爱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了不起。最后4位推荐观众来看这部电视电影《下人够喜命》的原因是？看完你会更知道，然后怎么样的去对待你身边的人，然后除了怎么样爱身边的人，你也要懂得爱自己，然后把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其实人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它就是在不同的选择，选择了它就会有结果，然后那就是我们的人生。那也希望说，你看我们演戏，能帮你做一个很好的抉择。我觉得要看一下恭喜你啊，就是他看完会让你就是重生，会释放，因为你笑着笑着就忽然大哭，然后哭着哭着忽然又大笑，笑完之后回头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，然后呢继续的会发现，这部戏好值得看好多次哦，因为演员演的真的蛮好的，真的很过瘾的一部戏，然后看完你会我觉得会很有一些想要去做好事的能量。我觉得我们好像很轻松的可以把珍惜当下、把握现在挂在嘴边，但是我们有办法真的做到吗？可是透过这个故事，你好像又会再更提醒自己一点，我们真的要珍惜现在。爸妈，更好无开啊！紧叫护车啦，紧打电话啊！好选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公视台语台下人够细命，这边也可以看哦。哎，在这里哦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